我叫春枝。卖我的人说我像春天里的柳枝，又娇又嫩。买我的人拖着我的脸仔细把量，片刻，欣然从荷包掏出一个银锭子。我便抛了父母给我的名字。自此，南堂的院子里多了一个叫春枝的幼雏。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我缱绻地趴在他的膝头，他心血来潮，硬着性子让我在他刚刚挥就的墨宝上选一个名字。爷，您这是作甚？我假装嗔怒，与他调笑。您这是想羞死奴家？奴家哪时的什么字呢？我拿着纱帕轻拭眼角，揉成一团往他胸前丢去。香风迷离。我趴在他耳边轻声呢喃，还是叫小枝儿吧。您刚刚最快活的时候不是就叫小枝儿吗？小枝儿，小枝儿。他轻轻揉捏我的耳垂，眼角微红。我的小夫人怎么能叫春枝呢？哈哈哈！我柔腹扬笑。爷，您这话可真是说到了奴家的心窝子上。您的小夫人是得有一个体面的名字。我拿起宣纸，装模作样的品鉴起来，漫不经心地指了一个字，娇笑。爷，小枝儿觉得这个字儿真好看，瞧着就不一样。他抚着我的头，半晌未言。气氛一时僵了，我怯怯地望他一眼，刚要出声打混，就听他沉言：朝朝朝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他低头看着我，眼神怜爱。好，爷的小枝儿以后就叫朝朝。他站起身，松快了一下筋骨，回头伸手将我拉起。来，爷教你写这个字，以后这就是你的名字，朝朝。朝，我当然识的，是天理昭昭，报应不爽的昭昭，也是杨昭的昭。我好似真的变成了周衍的小夫人。他带我煮茶泼墨，给我讲外面一些野闻趣事。做我们这行儿，没出院子前，总是在不断的学习。起初，我生怕一不留神拉下了什么，紧绷着心弦，小心谨慎地应对着。周衍便像捏小猫崽子一样捏住我的脖子，顺着我的后脊顺毛。后来，我跟他学到的第一件事，便是赖床，倚在栏杆边，看着水中争抢鱼食的鱼儿，就那么静静的，什么也不想，懒散地坐一下午。南院的日子恍若梦中，如果单纯的只是朝朝，那也挺好。江南的雨季有些漫长，周衍被这湿哒哒的季节弄得烦躁。晨起便告知我快些收拾东西，回京城。手中的帕子变得重若千斤，我僵硬着手臂将帕子递给他。爷，我呢？他奇怪地瞅我一眼，当然是跟着爷，怎的？还想瞥了爷自己跑？说完，像是回味到什么，蓦然一笑，伸出手指缠上我鬓角。朝朝，这辈子你都是我的人，你要是敢跑，爷就打断你的腿。听他咬牙切齿这一番话，我反而松了一口气。我也是要跟着走的，我也要去京城的。京城，我终于能进京城了。南院里的小姐妹一直不理解我为什么不跟着秦书生走。她允诺倩娘子翻倍给她我的赎身银子，也允诺我要娶我做正室夫人。阿朱埋怨我铁石心肠，又骂我痴痴傻傻。瘦马，瘦马，就那么好听吗？出去做个正门娘子，不比做这任人践踏的畜生要好。看阿朱急得哭腔都出来了，我轻轻地拢住她。阿朱，如果春枝只是春枝，可以跟秦书生走，但是阿朱你知道，我不行的。秦书生要回岭南，而我一定要去京城。阿朱瘪嘴哭起来。他偷偷去见了秦书生，秦书生偷偷去见了倩娘子。他将允诺给倩娘子我的赎身银子给了他，让他不要逼我，让他给我找个在京城的好人家。这一切我都知道，但这一切我装着不知道。我承担不了他的好意，我也还不了那巨额的银子，更等着他将我去京里的路子安排好。倩娘子也算对得起那银子，听说有京里的贵人要找个干净的瘦马，便将我送了过来。越是临近京里，我心中越是难以言喻的惶恐。周衍见我紧张，刮了一下我的鼻头，打趣我说他房里没有夫人，我这只小猴子可以称一下大王。我僵硬地扯起嘴角，笑了笑，柔顺地倚在他胸前。哪是因为这个呢？伏低做小的日子算什么？这种再苦我也不怕。我怕的是到了京里，认识到我这些年寒雪走过的路是一场无比可笑的笑话。
车前阵的日子像是上辈子的事了。新家小女新鹏打小就出落得亭亭玉立，是阿爹阿娘的掌上珠，更是阿兄新起的宝贝疙瘩。新鹏虽然长得如江南女子般亭亭袅袅，但却是关外水土养出来的飒爽姑娘。阿爹虽然古板严肃，但总说女子于这世上不易，只愿小女儿能过得随心所欲一些。因此，我那时成日里跟着镇上的那些半大小子招猫惹狗，好不快活。每当这时候，阿娘总会气恼地说：“看看你们养的好女儿，以后嫁不出去，看你怎么办？”阿兄插科打诨，我们家小鹏鹏我养一辈子，留在我们新家做老姑奶奶。阿兄总会因此吃上几顿竹片炒肉。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长长久久地过下去。每到冬日，关外的蛮子因为缺少粮食，就会小规模地骚扰边境小镇，打劫一番。荣丰5年那年却不一样，那年冬天，镇子上的气氛很奇怪。阿娘不允我出门，阿兄也成日忙里忙外，有时好几日都见不到。我问阿娘，阿娘总拿我是小孩子打发我，让我一边玩去。我听隔壁的柱子说，驻镇来了位新将军，是镇北王家的新女婿，这些动静都是他搞出来的。对我来说，这样的事不如隔壁阿花家老狸花猫新诞下的那一窝小猫吸引我，听完便抛之脑后了。那天晌午太阳特好，我抱着新来的小咪晒太阳。柱子娘突然跑到我家，满脸惶恐地将我娘拉进屋里。没过多久，屋里便传来我娘凄厉的哭声。我闯进去，就见我阿娘瘫坐在地上。柱子娘边抹眼泪，边收拾我家细软，见我进来，狠狠地打了我娘一巴掌。西娘，你看看你家小女，外面多少人觊觎，她阿爹没了，你要起来护着她。后来我知道，那日我阿兄投敌了，我阿爹不承认，被活活打死。边境上的人们痛恨抢他们粮食，甚至让他们家破人亡的蛮子。战乱投敌是大忌讳。阿娘半夜偷偷带着我离开车前镇。我哑着嗓子问阿娘，阿兄真的投敌了吗？阿娘沉默半晌，摸着我的脑袋说，没有，阿鹏，你要相信你阿兄。首先，你阿兄不是那样的人，你阿兄正直勇敢，热爱他的家园，热爱这片土地。其次，我们是他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他蒙受冤屈，如果他最亲近的人都不相信他，他该怎么办啊？最亲近的人，我埋进阿娘怀里，低低应着，阿娘，你放心，我信阿兄。睡梦中，车前镇的一切纷纷杂杂。醒来之后兴致乏乏，周衍坐在一边看书，我坐在他身后，有一搭没一搭地摇着罗扇。许是察觉到我的分心，他使劲揉了揉我的脚踝。我吃痛低呼，倒惹来他一声轻笑，扶着他肩膀坐起，一只手缓缓伸向他大敞开的胸前。爷，经理人知道你这么坏吗？抓住我要做坏的手，拽我坐在他膝上。坏笑道，你家爷在京中可是光风霁月，不染红尘，是我家小夫人破了我这道啊。我枕在他肩上痴痴地笑。半晌，他拍拍我，昭昭，你是我的人，天塌了也有我给你顶着。好，我没有跟着周衍进府，确切地说，他把我养在了外边。临走前，他抱着我说，昭昭，等我回去安排好，便来接你。那天我笑得一定很假。呵，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尽管这是对我最好的安排，在院子里，这种事我见得多了，说不上失望，只是心里有些空落落的。终究还是动心了。春枝啊，春枝，你真傻。周衍将我安排在城南的城垣，便没有再来过。院子里的仆从更像是锯了嘴的葫芦，什么都打听不到。站在书阁眺望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真是从一个笼子关到了另一个笼子。没有周衍的允许，我不能离开城垣。我绞尽脑汁筹划，香囊、青丝，凡是我能想到的把戏都试了一遍，没想到引来的却另有其人。周衍大嫂来的时候，我还趴在书阁神游太虚，冷不丁进来两个人，着实吓我一跳。丹凤眼，樱桃嘴，满面笑意，看着八面玲珑，神态可亲，说出的话却让人有苦难言。我还没见过扬州的瘦马呢，我们老三有了好玩意儿也喜欢藏着掖着啊。他嬉笑着和旁边女子若无其人的谈笑，用帕子垫着我的下巴，抬着我的脸来回把量。我可真烦这个姿势。
要不是门房收到了那劳什子香囊，我还不知道老三还藏了那么个物件。说完，便捏着嗓子娇笑起来。饶是我见惯了各种场面，也一时无言以对。陪他同来的女子盯着我，仔细打量，这眸子还真是……嘿，这可不兴说。两人相视，莞尔一笑，向我挥挥帕子：“你下去吧。”我低头小步慢退，直到脚重重地碰到了门槛上，转身离去。他们到访的第2日，周衍将我接入府中，我的身份从养在外边的狐妹子摇身一变，变成了房里的暖床丫头。呵，还真是可喜可贺。什么都没变，还是高高的墙头，四四方方的院子，又好似什么都变了。夜里，他搂着我，深情呢喃：“昭昭，我的昭昭。”我抬头对上他的眼：“爷，您是在叫我吗？”他满眼氤氲，半晌：“昭昭。”我贴近他耳边，悄声低语：“叫我春枝。”我不知道他心里住着什么样的人，也不想知道别人在我身上看到了谁的影子。我流离辗转，狼狈不堪，只是想找到杨昭，问问那日发生了什么。阿兄怎会投敌叛国？明明前一天还好好的，阿兄给我买了冰糖葫芦，阿爹还允诺等开了春就送我去学骑射，阿娘更是买了新布为我才艺。明明就一天，怎么一切都变了呢？阿兄原本只是镇上的民兵，因为剑法好，应招进了齐将军麾下。阿爹阿娘很自豪，为了得到英华姐的青眼，阿兄更是努力。阿兄总是觉得我还是小孩子，听不懂他们那一套，只有被我缠得不耐烦了，才会给我讲他和他的兄弟们怎么智擒贼匪。但是在最后的那段日子，他总会不自觉地给我讲到一个人。他说他惊才绝艳，推崇至极，眉飞色舞间尽是钦佩。杨昭出事之后，我偷偷听镇上的人说他英勇至极，不愧是镇北王的女婿。那场意外，他浑身浴血，死战到底。阿兄是他挑选上去的亲兵，我费尽心思想见他一面，问问他，我阿兄怎么就投敌了呢？因着周家老太太寿辰，原本寂静的周家如同进了水的油锅，噼里啪啦沸腾起来。抱着茶杯，轻轻啄了一口，我朝着周衍娇声抱怨：“公子可把人家累坏了，公子你瞧瞧，人家的手都糙了。”他笑着从书里抬头，拉我坐下，擎着我的手，轻轻揉捏：“可委屈了我们昭昭，明个爷给你配个小丫头。”我痴痴地笑起来：“公子别说笑了，哪有给丫头配丫头的？”没想到第2天，翠喜就挎着小包袱来了。她撅着小嘴，不情不愿。翠喜原本在周衍的小茶房，她是周家的家生子，老子娘都在大厨房，费了很多心思才到了公子的院儿里，这才过了几天，就被安排在了我这里。我满脸欣喜，亲热地接过她手里的小包袱：“翠喜妹妹，你可来了，公子说我笨手笨脚，说你活计漂亮，让你来指点我呢，翠喜妹妹可别嫌弃我。”小姑娘眼睛明亮，惊喜地说：“真的？公子真这么说？我还能诓你不成？不信你去问问公子。”小姑娘窃喜不已，挺着小胸脯，朗声承诺：“昭昭姐，你放心，我打小就在周家做活，规矩都懂。我还熟知京里的东市、西市，等空了带你去买绢花。”我含笑应是。入京城，进周家，虽说是为了这一天，我殚精竭虑的细细打算，但真到了这一步，可真是两眼一抹黑。看着眼前这侃侃而谈的小姑娘，越看越喜欢，真好，真是雪中送炭了。翠喜就是个小话痨，才过了一晌，就把周家上上下下道了个遍。她拿着掸子轻轻扫着脖骨架，扭着头跟我说：“昭昭姐，齐伯说你是亲家老夫人的跟前人，想必您对表姑娘很熟悉吧？”亲家老夫人的跟前人？我捏着帕子，不知该如何接话。原来他们不知道我出身。翠喜见我迟疑，解释道：“昭昭姐，是大管家告诉我们的，说是亲家老夫人看公子在外没个人照顾，让您跟着。大管家说公子贴身事宜都交给你。”僵硬地扯起嘴角，我笑着应承：“是啊。”心中百味陈杂，胸中像堵着一口气，轻轻吐出。我也很久没见到表姑娘了，不知道她是不是又美了几分。翠喜在旁边嘟嘟囔囔，手上的活没慢半分。
我将小壶递给他，接话道：“我也不知，不过这次寿宴，你不就能够见到表姑娘了？”没想到翠喜急慌慌地转身，手指竖在唇边：“嘘，昭昭姐，这可不兴说。”不兴说，又一个不兴说。翠喜拉着我的袖子，疾步走到屏风后面，张望一番，趴我耳边悄声道：“表姑娘出门的时候闹得很不体面，把老夫人和大夫人气得不轻。特别是大夫人一直把表姑娘当亲闺女养，最后闹成那个样子，你可别在大夫人跟前提到她。”我点点头，若有所思地问：“表姑娘嫁与何人？”“是杨将军。”“不是嫁，是呢。”“杨将军是何人？”“表姑娘一大家小姐，怎会做妾？”看我吃惊的样子，翠喜拉我坐下，细细说道：“镇军大将军杨大将军啊，威风的嘞。给杨将军做妾，其实不算辱没表小姐，只不过方式手段太难看了。外面人说是一段佳话，我们这些当下人的都知道，不过是霸王硬上弓。”我吃惊道：“这杨将军在世功高，怎能做这种霸王硬上弓的事？周家也不是吃素的呀。”翠喜痴痴地笑起来：“咱们表姑娘是那个女霸王，咱们周家的却不是吃素的，不知道主子们怎么安排的。杨夫人作为镇北王的掌上明珠，不也咽下这口气，迎了表姑娘进门？”“谁？”我失声。“什么谁？”“杨夫人，镇北王的独生女儿啊。”“昭昭姐，昭昭姐。”一切声音离我远去，一切声音又向我涌来。“鹏鹏，阿兄给你买了冰糖葫芦，因为今天杨将军赞阿兄枪法好，咱们同乐同乐。”“鹏鹏，鹏鹏，杨将军不愧是镇北王挑的东床快婿，百发百中，分了我一只兔子，阿兄烤了给你吃。鹏鹏，你看，将军给了阿兄他的亲卫牌，以后阿兄就是杨将军的亲兵了。鹏鹏，你时不时的牌子上的这个字，阿兄告诉你，念昭。鹏鹏，鹏鹏，鹏鹏。”或许是为了周衍的脸面，周家没有说我瘦马的身份，反倒给了我片刻的体面。本着知恩图报，我对周衍格外粘人。他笑着举起手：“昭昭，为夫受不住了。”我嬉笑一声，拿起他随手放的书，轻轻地念着。没多会儿，他低声求饶：“昭昭，你这一句话10个字儿念错8个，可饶了你夫君我的耳朵吧。”说着，拿起书本与我细细纠正。满是宝剪的手亲昵地捏着我的脖子，一走神就狠狠地捏揉一下。再度出错，缩头等着处罚，没有意料中的揉捏。脖颈处传来细细的拉扯感，我低头，一枚造型古朴的银莲花从衣服里滑落出来。我捏着还带着体温的小莲花，转身躺下。这是我阿爹托人打给我的，是从阿娘的花样子里拓下来的。没想到打出来还挺好看的，我和阿兄一人一个。周衍也跟着躺下，摩擦着小莲花上的暗纹。没听你说过你的家人？或许是灯光太撩人，又或许我太需要倾诉，沉默片刻，却不知该如何开口。我阿爹很严肃，但对我很好；阿娘很温柔，对我也很好；阿兄淘气的不得了，但也对我很好。大家对我都很好。怎么到了南唐？或许什么都太好了，老天看不惯吧。后来阿兄失踪，阿爹去世，我和阿娘投亲的路上遇到大风暴，走散了。他轻轻拍拍我，我将头埋入他的怀中，瓮声道：“再后来，我孤身一人，被骗，为了活命，到了南唐。”他揉了揉我，温声说：“昭昭，你不再是春枝，你是我的昭昭，我是你的夫君，我也会对你很好很好，你以后会很好很好。”日子仿佛有了盼头，我开始掰着手指头过日子。周衍看出了我的紧张，打趣我比老太太还上心。我敷衍搪塞他自己没见过大世面，不知道这宴席是不是天底下数得着的好，有没有王母娘娘的大蟠桃。像是点了他的笑穴，他笑得前仰后合，应承让我混进去瞅瞅。可真是无心栽柳柳成荫，解了我燃眉之急。周家规矩森严，除了宴会需用以及跟在主子身边伺候的丫鬟小厮，其他下人一律不得出院子乱走动，以免冲撞贵人。翠喜听说之后艳羡不已，这种场合都是府里持重老成的人去，像她这种黄毛丫头还得再历练几年才可。顶着大太阳，端着茶盘已经站了一晌，
胡思乱想中，正好想起翠喜的艳羡，真不知道这活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都赶上南堂倩娘子教训不听话的小丫头了。凉亭中的夫人、小姐们窃窃私语，喧闹嬉笑，好不热闹。昭昭姑娘，来给刘夫人满上茶水。颔首提步，提起茶壶，刚要添水，手被按住。这位可是小周大人的房中人，这茶水我可喝不起。说罢，惹来周围一阵哄笑，抬起来给我们瞧瞧。琴手轻抬，盈盈一笑，四周窃窃私语。小周大人的谪仙一般的人，没想到倒喜这人间烟火，有些娇媚了。呵，就是个骚狐狸。暗地里翻了白眼，这话我听得多了，不甚在意。若在南堂，我还能更骚气些，定会气得他们七窍冒烟。哼，不过是个丫头罢了，东西似的物件儿，也值得你们看景儿一样稀罕。一蓝衣女子猛地站起来，死死盯了我一眼，转头低声嘲讽：“过来，带我去更衣。”我看向一直沉默不语、低头品茶的大少夫人，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微微颔首。刚刚走到玉竹轩，离更衣的屋子还有些距离，蓝衣女子突然转了方向，直奔小筑。我就知道这女的不简单，会整出些幺蛾子。夫人，我刚出声，话音儿还没落下，就接到一记眼刀。哟，看来是早有预谋。我看似慌乱急切，实则好奇不已地追着她，不知会去哪里。不一会便到小筑里。小筑是周衍的小书房。蓝衣女子熟门熟路地推开茶室房门，吩咐我拿出柜里珍藏的雀舌，用书房后面瓷缸里今早新收集的露水泡了，把暖炉点上。蓝衣女子放下盖杯，我没动。周衍不允许小书房中生火，莫说暖炉。看我犹豫，他微微一笑道：“是我以前烧过他书房，他怕再烧了他这些宝贝书，才不允房中生火。如今房里有人，定不会伤他这些宝贝一分一毫，你烧便是，出了事我担着。”哟呵，这口气一副主家的做派。炉中炭火刚燃起，周衍满身酒气推门而入。他从容地拿起桌上的茶水漱口，又倒了一杯，一饮而尽，旁若无人地说：“你这来我这里，不怕你家杨将军与你生气？”刚刚还喜笑盈盈的女子瞬间落了泪，我见犹怜。周衍伸手做事要擦，才伸到半空，猛然收回，拳头紧握：“朝夕，抱歉。”杨将军，原来她就是表小姐。朝夕，想必她也是周衍口中的潮潮吧。看男子手足无措，满脸疼惜，女子破涕而笑，带着哭腔娇声抱怨：“好啦好啦，原谅你了。今天老太太请的戏班子演的都没他俩缠绵。”我上前一步，将眼神拉丝的两人隔断开：“公子，请用茶。”或许动作有些大，小莲花顺着我的领子跑了出来，刚想偷偷顺势把小莲花再甩回衣领中，一只手猛地拽住：“你怎么会有这个坠子？”手上的力气很大，我的头不由得跟着偏过去，脖子上的痛意如刀割。昭昭，周衍皱眉扶我：“昭昭，你叫他昭昭？”脖子上痛意更深，女子喊道：“三哥，是朝夕先对不起你，但是三哥，你要用这样一个女人来侮辱我吗？”说着猛地将红绳拽断。我的小莲花，我猛地回身就要朝他抢，周衍以为我要伤他，拽着我的胳膊将我灌到一边。赵春之，退下！薄情的男人，忍住身上的疼痛，我看向他，哽咽：“公子，公子，求求你，求求你！”我跪坐在地，向他哀求：“公子，那是阿爹留给我唯一的东西。”朝夕，女子倔强地和他对视，一副他敢再往下说，他就伤心欲绝的样子。周衍面色不愉，踌躇片刻，皱眉吩咐青山：“把这里处理好，别扰了客人。”转身离去。金妈妈带着两个老嬷嬷进房里来，抬眼不冷不热地打量我，又在女子身上粗略打量，什么都没说，拽起我，潦草地行了个礼，向朝夕说道：“大少奶奶安排老奴过来收拾一下，扫了杨侧夫人的雅兴，很是抱歉。”我还想出声，随即口中便被塞了破布。老妈妈扭头拽着我就走，将要走出小筑，后面传来一阵喧闹，我忍不住扭头回望。花影之间，女子依靠到另一位英伟的男子身边，
伸着手展示着刚刚刮出的红痕，委屈的抱怨：“哥哥，好疼！”因为宴会上的差错，我成了那个杀鸡儆猴的鸡，成了坏典范。不光扣了半年的月银，更是被打了100手板子，2只手肿得像猪蹄。这还不算什么，我和周衍之间像是竖了一道无形的墙，见面彼此尴尬。不知是为了那位朝夕夫人守身如玉，还是因为他对昭昭的食言，估计是前者。我一个丫头，何德何能？我信他对昭昭有真心，但这真心亦便且只有寥寥几分，哪怕就这几分，估计也潜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因为受伤不能伺候，翠喜顶了我的差事，我则搬到院子的后院边房养伤。屋子阴暗潮湿，没有地笼，且生不了暖炉，只能在被子里塞个汤婆子聊以慰藉。翠喜冻得瑟瑟发抖，仍然细致地为我上药。昭昭姐，这2日公子脸色不好，我好害怕。昭昭姐，我明天给你带俩猪蹄补补。昭昭姐，翠喜这丫头哪都好，就是小嘴喋喋不休，听得我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再醒来，屋子里漆黑一片，我摸索着站起来倒水，壶中空空如也。药碗里冻上了冰茶，我慢慢的喝，一小口一小口的抿，含在嘴里，含热了再咽下去。喝完舌头麻麻木木，不知是冻的还是苦得。那天之后，我便没再见过周衍。翠喜说他领了差事去了彭城，我也松了一口气，需要想想下一步该怎么走。可是世事无常，再完美的计划都赶不上变化。我跟在喜宴的身后，步履匆匆。我知道自己瘦马的身份，平日里老老实实的躲在周衍的院子里，不去碍这些主子们的眼。今日一早，我收拾了小书房里的帘子，准备把之前红的换了。周衍不喜，嫌过于喜庆。刚刚摘下帘子，喜宴就到了，说是老太太要见，夫人太太们都在等着。眼看就要进入老太太的院子，没忍住，快走2步到喜宴身边，悄声道：“姐姐，我心里忐忑，可是差事哪里出了差错？”春燕慢下脚步，回身瞧了我一眼，抿嘴轻笑道：“你可放宽了心去，老太太最是慈悲不过。”这话说了，就跟没说似的。罢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抿了抿耳边的碎发，紧紧衣领，又抚平衣角上的褶皱，深吸一口气，踏进院子。没想到老太太房里不仅周家大大小小的夫人小姐都在，还有一位端庄俏丽的女子。玉华，这就是老三身边那丫鬟，绣工顶级的好。你说的屏风便是出自她之手。绣工，屏风，天知道我绣活有多糟糕。阿娘曾经把我关在屋里，不许出门，让我学习绣活。我学习了小半年，将绣的最满意的云鹤帕子给了阿兄，阿兄硬是不要，嫌带个水鸭子丢人。或许是翠喜弄错了。我抬头刚想辩驳，看到大少夫人直直地看着我，笑道：“玉华姐姐，昭昭可是三弟从江南带回的绣娘，你的寿礼可算是有交代了。”听这话，就是我。大少夫人是个细致人，怎么会弄错呢？那端庄女子微笑，可是要阿衍割爱了，我这个做姐姐的就厚着脸皮带走这丫鬟了。旋即转向老夫人，微微一拜，多谢老夫人，我还愁着爹爹过寿不知送些什么。那日见了三公子送您的屏风，可把我给惊到了，没想到还有如此精湛的绣活，可见三公子孝心。老夫人被哄得喜笑颜开，我却惊出一身冷汗，手脚冰凉。我看着堂上坐着的这几位言笑晏晏的夫人们，魂不守舍，怎么出来的都不知道。金妈妈带我到茶水房，端来一碗药，上面还冒着丝丝热气。喝了吧。我木然地抬头看向她，金妈妈瞥了我一眼，将药碗往我身前推推。我不想灌你。什么药？堕胎药，喝了对你有利无害。总归是周衍房里人，这是怕带着周家的血脉去了别人家。滚烫的药划过我的喉咙，烫得心疼，好苦啊！在这些夫人们体体面面的言谈之间，把一件不那么体面的事情办得体体面面，我像个物件被体面的送了出去。周妈妈允我一炷香的时间，让我回去收拾我的细软。回到屋里，我急忙将藏在妆奁里的几张银票拿出，脱了外裳，缝进小衣里。环顾四周，竟不知该如何下手，
只能匆匆收拾了几件贴身的衣物和一些不贵重但比较体面的首饰。我就这样跟着沈玉华进了杨府，看着门上的牌匾“镇军大将军府”，我突然有些想笑。命运到底是什么？推着我一直往前走，生怕我半路撂挑子跑了。我跟着沈玉华进了正厅，他在主位坐下。你叫昭昭？改了吧，和将军名讳冲了。之前换什么？春枝。改回来吧。他静静地审视我半晌，从袖中拿出一样东西放桌上。这是你的吧？我遂步上前，是我的小莲花。回夫人，是的。长久静默。他将小莲花推给我，拿走吧，你先在将军房里伺候。我低头慢慢退下，出门却没忍住转头回望。他静静地坐在上边，低头喝茶，有些寂寥。沈玉华便是镇北王的独女了吧？和我想象的不一样。镇北王是我们边城人心中的大英雄，战功赫赫，守护一方安宁。我以为他的女儿会是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将军，而不是深宅里这样一位循规蹈矩、端庄守旧的夫人。嗨，或许是我画本子看多了。杨昭也去了彭城，和周衍一起。准确的是，杨昭带着周衍，周衍跟随杨昭。突然想笑，我简直不敢想象周衍回来发现他被窝里的人被他的亲人们送到了他上司的被窝里时的表情。他那谪仙一般的气定神闲会不会破功呀？哎呦，一时走神，和一个小豆丁碰到一块，把他撞了个四脚朝天。顾不得手上端着的朝露，随手放下，俯身将这肉团子提起来，摔到哪里了？有没有伤到？肉团子借力慢悠悠地站好，素着一张小脸，皱眉问：你是何人？怎在我爹爹的院子里？说罢，自顾自地揉揉膝盖，痛得龇牙咧嘴。我蹲下撸起他的裤脚，膝盖上一片青紫，隐隐透着血丝。我是你爹爹屋里伺候的丫鬟，你膝盖伤到了，我带你去擦一下药好不好？肉团子瞪着含着泪珠的小眼儿，审视一番，委屈地说：好。刚要伸手抱起，他灵活一躲，咬牙道：我一堂堂男子汉，还用你一小丫头抱？转身像只昂首的小公鸡，一瘸一拐地向前厅走去。伤口看着有些吓人，其实并不深，只是上完药需要晾一下再包扎起来。收拾好药箱还未站起，忽地从旁边冲来一人，对着我后背便是一脚。怎么做吓人的？竟把公子伤到。沈朝夕，朝姨娘，是我自己摔倒的，与丫鬟姐姐无关。见肉团子发了火，沈朝夕刚刚蛮横的样子瞬间变得温柔小意。公子，姨娘也是一时着急了，公子莫怪。说完转身看向我，眼里的小意立刻变成冷漠厌恶。你怎么在这里？朝姨娘，你们认识？怎会，公子，朝姨娘送您回夫人那里好不好？不用，我自己走。肉团子从凳子上跳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又皱眉看了沈朝夕一眼，刚跑出去没2步，又跑回来，摆摆小手示意我蹲下。丫鬟姐姐，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春枝，奴婢叫春枝。你等我再来找你玩。说罢，便扭着小身子跑远了。见肉团子跑远，沈朝夕猛地掐住我的下巴。看到你第一眼，我就觉得让人不耐烦，果然是阴魂不散。贱人，眼哥哥不要你了吧？说白了，不过是个低贱的奴才，随手送人的物件罢了。我抚上脸颊，摸着指甲留下的掐痕，轻蔑地看着他。我是丫鬟不错，朝姨娘不也就是个妾吗？妾通买卖的妾罢了，对主子们来说也是个下贱的奴才。你怎么不是吗？看他气急败坏的样子，面目狰狞，突然觉得没意思得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杨昭，我只想问问他阿兄出事那日的情况，问完之后就离开，走得远远的。这京城真是让人烦透了。杨夫人并不居住在将军的昭华堂，而是独居在湖边的燕兰洲。昭华堂小司齐全，各司其职，好不容易才分给我一个侍花弄草的伙计。我每日卯时晨起，收拾收拾花草，便算是做完了一天的活计。只是近几日我的日程里又多了一样，领板子。那日的纠纷还是传到了杨夫人那里，我和沈朝夕都被训斥了一顿。将军府规矩严明，
我和沈朝夕的口舌之争触犯了夫人的规矩，我被罚了板子，她被关了禁闭。就像应了倩娘子之前的老话，春枝你个不长记性，记不住打的小蹄子。我也说不清之前那些谨小慎微跑到了哪里，进了将军府，整个人就懈怠疲赖起来。我一直不明白，夫人为何会到州府将我要来，既不是美若天仙，又不是才情横溢，更何况我是周衍的房中人，唯一相关的恐怕就是我那枚失而复得的小莲花，那枚我和阿兄都有的小莲花。或许当时阿兄的情况很快就能知晓。沈朝夕算是把我记恨上了，整日来昭华院寻我麻烦，看到他过来，阿山都会偷偷跑过来告诉我，我便寻个由头跑出去躲起来。倒不是怕了他，只不过杨昭还没回来，我总得顺顺利利地见他一见，在此之前只能对他那些幺蛾子躲着些，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总会对上那么一两次。他也学聪明了，总拿些言规中矩寻我错处。跪坐在庭院中，听他在廊下细细碎碎，做事毛毛躁躁。你不知将军最重规矩，像你这样毛手毛脚是要重罚的。夫人仁慈，不与你计较，我可是不管的。这可是夫人前2日刚做与我的新衣，你瞧瞧被你弄的。可别说我斤斤计较，你可知把你卖了也不值这1尺罗锦。日头晒得我有些眩晕，让人昏昏沉沉的难受。砰！朝夕，你这是作甚？一声低斥，声音温润又嘶哑，头有些沉重，抬不起来。哥哥，哥哥，这丫头不守规矩，你瞧瞧她将夫人送我的衣裙弄成了什么样子。语气嘤嘤，那男子语气软了下来。那也不能这个样子。呵，告状的本事还挺厉害。我想抬头看看那人什么样子，手臂却被紧紧扣住，将我提起来。这熟悉的松木香啊！周衍，昏沉地枕在他胸前，听他说话，胸腔起伏。将军，不知什么误会，我房里丫鬟竟在将军府，不知犯了将军府哪条规矩？这还请朝夫人示下。三哥，女子娇声抱怨，我没有。春枝这丫头莽莽撞撞，冲撞了主子，可不就要受罚？哪家不是这样的规矩？说着，撸起衣袖，露出胳膊，细嫩的白色皮肤上一片浅红，小声啜泣道：“你看看，都烫伤了。再说了，夫人将他要了来，那便是我们将军府的奴才，我罚他一罚也不行吗？”细细碎碎的哭腔像是扎了那男子的心。三公子，杨某内院之事就不必三公子费心。阿山，送客，告辞。周衍说着就要将我抱起，将我放下，腰上力道收紧，像是想把腰掐断一样。放下，身体顺着周衍的力道慢慢下滑，我五体投地匍匐在地面。奴婢已是将军府的人，还请将军息怒，请朝夫人高抬贵手，饶奴婢这次。似是没有料到我会如此，周围静默一瞬，一只手缓缓伸到我眼前，手指粗粝，布满厚茧，虎口处一粒血红朱砂痣。罢了，起来吧。声音还是那么温润，又带有一丝沙哑。我像是刚刚上岸的鱼，张口急迫的呼吸，眼泪不受控制的滴落，心脏像是被紧紧拧起，浑身颤抖不已。鹏鹏，别老扣阿兄的手，很痛的。阿兄，西本子说你这样的叫美人痣，是大美人才有。阿兄，阿兄，我怎么没有呀？傻鹏鹏，来，阿兄给你用胭脂点一个。哟，我们鹏鹏可真像过年的福娃娃。哈哈哈，赶明儿个，阿兄给你抓2条大鲤鱼抱着，就更像了。坏阿兄，我要你手上那样的美人痣。阿娘，阿娘，你说的是真的，阿兄没有投敌。阿山说我那日抱着将军的手，哭得绝了过去，任谁也掰不开，把平日里老成持重的将军弄了个手足无措，还是夫人来得及时，让将军抱着将我安置到了西厢房，暂时打发走云里雾里不知情况的周衍，又将沈朝夕关了禁闭。我是被屋外耍枪的声音吵醒的，躺在床上，脑子有些短路，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想起来自己的处境。爹爹，爹爹，醒啦，姑姑醒啦。眼睛瞄到一团红色的肉团子从视线里划过，身姿矫健，嗖一下便跑得没了踪影。
紧接着进来一位穿着褐色短打的男子，疾步走来，临近床边又放慢了脚步。鹏鹏，眼泪止不住地从眼角滑落。我的阿兄啊，我的阿兄！那时有些稚气的少年，如今长成如此英伟的男子。爹爹，你看看，这是我的阿兄。阿娘，我寻到阿兄了。我张张嘴，千言万语到了嘴边，却什么都说不出来。我每天醒来都心惊胆战，怕这一切是梦，验证不是梦，又像是劫后余生。阿兄说，当时情况混乱，杨昭将军被偷袭，下落不明，整支队伍只有阿兄一人活着回来。蛮子放出风声说，杨将军已经投敌，为了表示欢迎，他们把部落里最美丽的女儿嫁给他为妻。谣言像风一样瞬间传遍整个边塞，真假已经不重要，谁都可以投敌，但镇北王的女婿万万不能。于是阿兄便被换了身份，活着回来的变成了镇北王的女婿将军杨昭，投敌叛军的变成了我的阿兄辛奇，我的阿兄辛奇变成了杨昭。阿兄说，军队不能乱，军队不乱，边塞便不会乱。阿兄说，镇北王是我们边塞的定海神针，他的身上不能有污点。杨昭是江南人，京里无人识他，但阿兄在边塞却是个熟面孔。他便听从王爷安排，打着养伤的名头回了京城。看阿兄唠唠叨叨给我念叨他这几年，我突然想问问他，他知不知道阿爹是怎么去世的，值得吗？但也只是心里想想，终究没有问出口。我想我是病了。阿兄活着明明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我却开始失眠。我整宿睡不着，一闭眼就梦到出事那日，梦到阿娘的哀嚎。团子不想去读书，缠歪着我陪他一起将课业补上，我本就不识的几个字，看着看着竟睡着了。朦朦胧胧间感觉有人靠近，却无论如何都动不了，醒不来。一股淡淡的松香，来人轻抚着我的脸颊，又将鬓边的碎发别到耳后，缓缓靠近，脖子传来一阵刺痛。我以为这就是一场梦罢了。晚饭时，阿兄叫了刚刚出了禁闭的沈朝夕来寻我一同用饭。他牵着沈朝夕的手，鹏鹏，这是朝夕，和你很像，看到他就像看到你少时的样子。朝夕，鹏鹏生辰月份比你大些，你该叫鹏鹏一声姐姐。他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用小鹿一样的眸子可怜兮兮地望着阿兄。阿兄失笑，揉了揉沈朝夕的脑袋，笑道，朝夕放心，我永远是你的哥哥，鹏鹏是你的姐姐，多一个姐姐疼爱你不好吗？转头对我抱怨道，真是个小冤家，鹏鹏，以后让这些朝夕，他最小了。我有些失神。沈朝夕打量着我，突然像是发现什么新大陆，盯着我的脖颈，捂嘴低声嗤笑道，我可没有这样的姐姐，受不起。说罢便扭头走了。阿兄无奈地目送他离开，回头促狭地看着我，我们鹏鹏也是大姑娘喽？看我满眼疑惑，点点脖子，示意我自己去看。铜镜中，女子纤细的脖子上点点红痕，暧昧横生。我尝试挑起嘴角，却如何也笑不出来，只听身后阵阵打趣，女大不中留。心中突然恶意丛生，被我强行关押的那匹凶兽挣脱了理智的牢笼。我低声呢喃，不过是个恩客罢了。盯着阿兄清澈疑惑的眼睛，我一字一句道，他不过是我的一个恩客罢了。快过年了，府里到处张灯结彩，夫人给我送来了今年的新衣，我看着盘中上好的罗锦，伸手想要触摸，又缩了回来。夫人伸手轻轻拢住我，鹏鹏，是我们沈家对不住你，让你受那么多委屈，以后这就是你的家，我自小孤身一人，没有兄弟姐妹，你来做我的妹妹好不好？让我来疼疼你。夫人，她收紧手臂，头轻轻地枕着我肩膀，我感到肩上一片湿如。我之前派人去寻过你们，但却晚了一步，对不起，鹏鹏。鹏鹏，以后阿姐不会再让你受半分委屈。夫人去信给镇北王，没多久便收到回信，我摇身一变成了镇北王府的二姑娘。团子也改了口，日日粘在我身边，小一长小一短的。阿姐说她那时怀着团子，她有了私心，王爷总会老去，她又是独生女儿。周围的人虎视眈眈地盯着王府，不想让团子长大后没有依靠，便顺水推舟同意了师爷的主意。
看着跟前活蹦乱跳、无忧无虑的团子，我想，如果我是他，我也会如此。阿兄自从那日惨白着一张脸离开，我便没有再见过他。为了躲开我，他连昭华堂都不回。听团子说，他整日里待在真武堂，不是喝酒，便是寻人比划，小厮们苦不堪言。我让喜儿给我准备了一坛烈酒，请他前来，拿出军营中用的大碗，倒满，我一口一口的轻酌。他来时坛里的酒已经下去一半，我细声道：“杨将军，此次请你前来，是向你告辞。”从我手里夺过酒碗，鹏鹏，你醉了。无声地咧开嘴，不由沈笑，未曾醉过，愿酒。我看着眼前胡子邋遢的男子，已不复前几日的英伟从容。阿兄，我该走了。鹏鹏，阿兄，你听我说完，有些话我不借着酒劲儿说不出来。阿兄，我愿你。阿兄，倘若你身在边关，守家卫国，我再不会有什么怨言。但是阿兄，你看看你现在在做什么？在京里的纸醉沉迷，儿女情长，醉心权术，争名夺利。阿兄，你还记得大漠里的风吗？你还是阿娘口中的小胡杨吗？阿兄，你可曾记得你是新起，不是杨昭？阿兄，我可真烦沈朝夕啊，我不怨院子里的欠娘子，那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也不恨周衍，是我算计他，我们之间不必有什么真情。我图谋他带我进京，他图谋我的身体，一切只是场风花雪月的生意。可是我心里痛啊，我想找个人来恨，可我怎么舍得恨你？那就沈朝夕吧，他说我生来卑贱，他是主子，我是贱仆。他使人扇我脸面，他说我命不如一尺罗锦，他凭什么？不过是仗着阿兄对他的疼爱，可是阿兄，那些疼爱不应该是给我的吗？那日说了很多很多，我痛哭流涕，细数这些年的委屈。年后，阿兄向陛下上书，请求陛下允他驻守边关。沈朝夕被阿姐做主送了人，起初他要死要活，周家也使人来问询。阿姐只说了句本朝律法，切通买卖，当时做了选择，现在就要吃得下苦果。毕竟只是寄人篱下的孤女，周家又怎会为他得罪镇北王府和镇军大将军府？周家那里此事便不了了之。自从之后，我再未见过周衍。团子快快乐乐地收拾他的小包袱。阿姐问我收拾得怎样，东西可都带全了，这一去要好多年不回来了。我并没有和他们一起。我告诉阿姐，我要去寻一个人，我欠了他好多好多钱，我要先去把债还了。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